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Karen。咁今日咧就唔係同大家講影相或者旅行啦，而係咧想分享一下我之前COVID 發病嘅經歷啦，同埋我最近嘅病人入邊咧，佢哋去咗後期之後會有啲咩後遺症啊，中醫點樣去處理呢啲嘅情況，同埋平時飲食有啲咩可以注意嘅。話說咧，其實我係尋日喺 Facebook 嗰度見到一個 post 咧，睇完我有少少感觸咧，先至諗住拍呢條片嘅。咁上面咧就寫住話：尋日得知確診之後，情緒有好大起伏，唔敢面對呢個事實。中咗招後會有諗有咩後遺症，係咪會好麻煩？以前普通傷風感冒都冇隔離啦，但而家唔同以前，心情係極低落。成日都想疫情快啲結束啊！想香港人身體健康，無奈我哋生活喺呢個城市，呢2年嚟大家都辛苦了。我發現其實呢個第5波疫情咧，最影響住大家咧，其實都唔係真係本身 Omicron 嗰個發病啊，或者啲症狀嗰啲問題。大部分人嘅情況嚟睇咧，其實都係好輕騎嘅啫，即係好似幾日感冒啊咁樣，最多咧都係就係喉嚨痛2-3日嗰陣最唔舒服，咁但係成個過程咧，其實一般人嘅恢復咧都好順利嘅，咁但係反而係大家一啲心理上嘅問題啦，包括係驚有咩後遺症啦，唔知喺邊度睇醫生啦，唔知點算啊，同埋擔心即係確診咗之後要點樣俾人隔離啊嗰啲安排咧，反而其實先係最影響大家嘅情緒同埋影響大家嘅生活。雖然咧而家我覺得已經過咗疫情最高峰、最多人確診初期嗰啲階段嘅時候，咁但係我都希望呢條片咧可以帶到啲資訊俾大家啦，同埋話俾大家知，其實中醫喺治療 COVID 後遺症同埋喺治理成個人整體嘅時候可以做到啲乜嘢咧？好多人過咗最初期個階段，又或者係好返之後咧，都會出現大大小小唔同嘅後遺症嘅。譬如話係咳嗽啊、口乾、攰啊、腸胃唔舒服嗰啲症狀啦、失眠啊、一啲腦霧嗰啲嘅情況咁樣。而呢啲症狀當中咧，其實有好多咧都係可以避免嘅，尤其是喺咳嗽呢一方面啦。咁好多時咧，可能因為係病嘅時候食錯藥所導致嘅，又或者係冇及時治療啦，又或者係身體個恢復能力唔係咁好嘅時候，咁就會留低呢一啲嘅後遺症。所以有一點好重要嘅咧，就係大家要避免食錯藥。咁我相信而家大部分人屋企咧都多多少少會有啲中成藥啦，擺喺度看門口。咁但係咧，我發現大部分人其實都係唔識得食嘅，會將中成藥咧當咗係西藥咁樣去食，即係將蓮花清瘟當係必理痛啊或者止痛藥咁樣去用咯。而話明係中成藥咧，其實佢係一種中藥嚟嘅。咁既然係中藥，就應該喺中醫嘅理論底下去使用。咁但係好無奈咧，其實大部分人未讀過中醫嘅話咧，都唔係咁分得清寒熱虛實。譬如話你發燒係咪就一定係熱症咧？你肚屙係咪就一定係腸胃虛寒啊咁樣咧？其實大部分人都未必識得去分得咁清楚。而中醫嘅症型咧，往往係要觀察成個人全身嘅症狀啦，先至可以判斷得到。而蓮花清瘟咧，比較係針對一啲熱症嘅情況嘅，比較偏向係以前 Delta 嗰種實熱嘅情況嘅，而且大陸嘅氣候同埋嗰邊人嘅體質咧，同香港又未必係一樣啦。咁以前一啲喺上面用到嘅方法，放喺而家呢個情況咧，其實未必一定係適合嘅。而睇翻而家香港人 Omicron 嘅情況咧，其實好多病人咧都係表現係一種偏濕嘅情況，而唔係真係一個實熱症。咁好多人咧條脷苔都比較會厚啲啦、白啊嘅叫做脷苔啊，咁咧就好似有一層咧好似豆腐渣喺上面咁樣。咁其實咧呢啲都係偏濕重，而唔係真係單純嘅熱咯。而如果用蓮花清瘟呢種比較寒涼啊、清熱嘅方法去處理，咁裏邊又有啲大黃啊呢啲瀉啲嘅藥材啦，咁好容易咧就會傷咗一個人嘅氣。咁當個氣唔夠，推動力唔夠嘅時候咧，呢啲嘅濕咧就更加難去化走，有機會導致係腸胃唔舒服啦、肚屙啊，又或者係咳多咗都唔出奇嘅。
另外一樣嘢咧，就係呼籲大家唔好喺一啲 Facebook 嘅群組啊，或者係網上面去揾方法去處理。10個人10個人都會有一個唔同嘅答案去俾你嘅喎。咁但係呢班人其實佢哋唔係醫生啦，佢哋只不過將自己 work 嘅經驗同你講。咁但係佢哋唔會，亦都唔會同你解釋點解嗰啲方法係可以咁樣用。而家咧其實好多中醫師都一樣係有做線上啊遙距嘅診症㗎啦。咁所以大家如果唔去選擇用呢啲方法嘅話，而係自己去試下藥啊，或者即係用各種各樣偏方嘅方法去處理嘅話咧，其實你自己就有一個心理準備，可能會造成其他嘅一啲唔舒服，又或者係拖長咗個手尾嘅。頭先提到嘅一啲常見嘅 COVID 後遺症咧，咁喺中醫角度咧，我自己就覺得可以用幾個方向去解釋呢一啲嘢嘅。譬如話第一個咧就叫做津液耗損啦，咁咧就係因為本身COVID 呢個病咧算係叫做會發熱嘅病啦，即係你當時有發燒啊咁樣嘅情況。咁另外用咗啲嘅必利痛啊，或者啲退燒藥啊，或者甚至中藥都好啦，都可能會經歷過一個叫做發寒嘅情況啊。咁當呢啲水分流失咗之後咧，個人嘅氣啦同埋津液，大家所講嘅水分啊，就會消耗咗成個病情，可能7日到咁嘅時間，其實佢係消耗咗一個人好多嘅水分，咁變咗咧去到後期就會出現一啲口乾啊，個人比較攰啲嘅情況，咁其實咧都係叫做津液耗損、氣陰不足嘅情況嘅。另外第二點咧就叫做痰濕內阻，咁呢個嘅原因咧可以係因為本身個人腸胃功能唔係咁好啦，容易積住一啲嘅水濕啊咁樣樣，亦都係因為咧呢個病嘅過程之中會有啲病理產物嘅產生啦，即係啲痰啊、黏液嗰啲咁樣嘅嘢。咁呢啲病理嘅產物咧喺你消炎啊或者退燒啊或者清熱嘅時候咧，表面嘅熱同埋炎症雖然係消咗，但係呢啲病理產物咧其實係冇排出到出嚟嘅。咁變咗咧就成日刺激個人會好想咳佢出嚟啊，或者喉嚨成日好似黐住有啖痰咁樣樣，都係咧呢一啲嘅痰濕咧仲未排得乾淨，又或者咧係因為頭先我所講嗰種嘅原因，食咗啲太寒涼嘅藥啊，或者係啲喉糖啊咁樣嘅嘢，咁令到咧呢啲痰濕咧佢化唔走，反而咧好似凝固咗喺度，清唔走咁樣，咁就會積聚咗喺喉嚨啊或者一啲腸胃嘅情況啦。另外，如果呢一啲嘅痰濕去咗個人啲頭面部啊，或者四肢嗰度咧，咁就會出現啲所謂叫做腦霧嗰啲，個人好似嘔嘔地啊，或者係記憶力下降啊，或者個人咧成日好似好攰、好重咁樣嘅情況，其實咧都係呢啲嘅濕氣咧仲未排走嘅表現嚟嘅。而關於點樣去治療以上我所講嘅呢啲後遺症嘅情況咧，我喺呢度咧就唔會話俾條方俾大家去食啊或者點嘅，因為我始終相信一樣嘢咧，就係如果有一啲嘢人人都適合食嘅咧，佢就唔會有一個好大嘅治療作用，即係譬如話你食維他命 C 啊，或者啲保健品咁樣樣，唔會有一個好明顯嘅即時作用或者效果咯。咁而一啲真係幫到你去治療呢個病嘅藥啊或者食物咧，其實佢一定唔會係個個都適合食嘅。咁針對翻我頭先所講兩種嘅 COVID 後遺症嘅情況咧，咁大家喺飲食上面咧就有一啲嘢相對上要注意啦。首先第一點咧就係少食一啲甜品啊、油膩啊，或者太多嘅補品啊，即係好似花膠呢一啲咁樣樣啦。咁因為呢一啲嘅食物咧比較難消化，容易咧阻礙脾胃佢嘅運化嘅。咁啲脾胃運化唔到啲水嘅時候咧，佢就會積住，就變成一啲痰啊、濕氣咁樣樣。咁啊有機會加重咳嗽啊，或者係腸胃唔舒服嘅呢啲症狀嘅。另外就係要少食一啲比較燥熱嘅嘢啦。咁其實除咗一啲煎炸嘢之外咧，好多時一啲朱古力啊，或者太多一啲果仁啊、香口嘅嘢咧，其實都算係燥熱嘅。又或者係你食得太多嘅肉啦，其實都容易咧叫做化熱，咁啊耗傷人體嘅水分，咁咧令到氣同埋水分更加唔夠咧，個人就會更加口乾啊、攰啊，甚至咧因為餘熱未清，咁就咧令到咳嗽更加犀利都唔出奇嘅。咁另外咧，好多人一咳起上嚟嘅時候咧，佢哋就會用好多唔同嘅方法去嘗試啦，包括有咩陳皮水啊、檸檬水啊、雪梨水啊各樣嘢咁樣樣。首先檸檬水咧，我自己就唔係太建議嘅，因為佢本身比較酸啲啦，酸嘅嘢咧落到喉嚨咧比較刺激啊，咁所以有機會令到個人又更加想咳多啲。咁啊同埋生果咧都我建議暫時唔好食住啦，尤其是橙啊、提子啊呢啲比較
多糖啊又酸酸甜甜嘅嘢咧，佢都會比較惹痰少少嘅。另外咧，最好就係先去揾中醫師判斷一下你自己到底係屬於偏寒性嘅咳啊，定係熱性嘅咳啊咁樣樣。因為如果你飲錯咗一啲清熱嘅羅漢果水啊，或者叫做驅寒嘅一啲山薑水啊，咁你搞錯咗嗰個寒熱屬性咧，就會咳得更加犀利嘅。咁所以總括嚟講咧，飲食上面就係清淡為主啦，令到個脾胃負擔唔好咁大，咁氣血咧就會恢復得快啲，咁個人咧都會可以快啲就叫做返去平時以前狀態嗰個水平嘅。好多謝大家睇到呢度，咁如果鍾意呢條片嘅話咧，記得俾個 like 同埋 share 出去啦，亦都可以 subscribe 我嘅 YouTube channel， 同埋幫手 like 晒我所有嘅 social media 嘅。咁好啦，今次就係咁多先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